念博士班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他都是带计算尺，形塑我今天这个样子。把尺拿起来看的时候，你看的尺就是你就知道你有一个规矩在定在那里，那你做出来的东西不会偏。他告诉我们学工程师的话要感觉得到，要去摸到、看到、要闻到。我觉得求真是很重要的，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化工安全跟制程防灾。当时选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指导说问我说：“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工作？”他说：“做这个领域是冷门的，你会一辈子就很寂寞。你的工作在化工厂，没有人会在乎你，只有出事的当下才想到你。”试着去跟的是这个世代在改变，像以前我们学的都很传统。可是你如果看到我们实验室现在做的，我们也做 AIoT 的，做5G 的，我们也做 RDM， 做那个废弃物那个垃圾的衍生燃料。那我们也做了很多现场的自动化，所以跟我以前在学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觉得我很幸运。我们一直在做产业的题目，那让学生知道产业在做什么，这是我以前在念书我们没有的。所以台湾现在很棒，就是说让这个的界限打开，学生这一辈子跟我在一起，我就是要帮忙他，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看。竹山的训练中心就指南宫旁边，那里有100多公顷的全世界前几大的那个训练场地。我们想要做Tiny用他自己设计的材料在那里，然后呢，我们想要让它烧，让他看怎么样来灭火。消防署这边会派机器人进去，它不会冷静，因为它太危险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是 AI 的时候了，然后用最近的科技，那来面对灾害。像这个锂电池的这个灾害，以前我也没有学过。我们很幸运的得到一些奖项，是因为国外的人看到台湾这么精致的国家能够产生出这么亮丽的研究成果。我有做一个计划，做台化的计划。这个里头呢，它每一年1、2年都换那个触媒，怎么换都没有问题，就是有一年刚好出事，它最高到500度，后来我的氧是它快1000度。最后什么答案你知道吗？它为什么会失控？因为台风进来的时候，台风有水汽嘛，我在换触媒的时候，它那个水汽进去了，产生失控。那我们就发表一个13到15点的非常高的点数的化工期刊，然后我们就跟现场讲说，卸触媒的这个步骤，把它改变一个步骤就可以了，它就可以避免。我认为它这个贡献不是个计划的金额，而是它对这个产业，它可以避免它的危害。我绝对不会作假。我需要去找出那个原因在哪里，找出它 root cause， 那我就证明它这样子。当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希望不要再重复发生。我觉得我的学生最大的优势是他们对现场的感觉，现场很多经验的我们比不上，因为教科书没有那么快。如果你对现场的东西都不了解，你怎么跟对方沟通？所以我一直教学生说，你到一个行业去的时候，你要先忘了你以前是什么学位，或者你学了什么东西，你就赶快去进到那里，虚心的问，因为我们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与时俱进，而不是跟着只会做一样东西。我希望我的学生将来会超越我，站在我的肩膀上会越走越远。如果你大学生，你要好好去念你的书，把基础功做好。那你研究生，尤其是硕士生，刚开始而已。所以你要尝试错误，你不可能一次都到定位。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老师一直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奇怪，另外一个研究生，他老师的预估是什么答案都在那里，为什么我答案常常都不在那里？老师你讲的可能是对，可是答案就在这里。我说我无碍无私，那我更还证明。我认为台湾的优点是从小系统慢慢可以因那个中型系统就可以出。如果大系统确实是欧美比我们强，可是如果以小系统来看，台湾比较活，而且台湾改变的速度快太多了。一定要有愿景，那你心思一定要是很干净的去做，很善良，为这块，你只想一个东西，为这块土地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你就看前面探几年。